陆东明沉默不语，话既然说开了，陆大哥继续往下说。他说到，还有海玲去江城的真正目的，我们都知道的，现在也肯定了，他们就是凤氏家族的后代。他若是真的按照他大姨的安排，扳倒了现任家主，他上位接管凤氏家族，你就要给凤家当上门女婿，这一点你也要考虑清楚。大哥知道你为了海玲不在乎当上门女婿，但是咱们爸妈未必能接受。就算陆家的儿子多，但陆家是豪门，他们的儿子也不会去当上门女婿的。陆东明又不是那种没本事的二世祖。陆东明说道，大哥，这一点我想过的，我不在乎当上门女婿，只要能和海玲在一起，怎么样都可以。爸妈那里可能一开始会有点抵触，我慢慢开导两老，他们会接受及理解的。陆大哥默了默后说道，既然你都想好了，那大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海玲都未必会让四弟当上门女婿吧，不过现在说这些还有点早，等海玲扳倒了现任家主，打败了凤家的少主，真能坐上家主之位再说吧。虽说海玲是上任家主的外孙女，合法的继承人之一，但是上任家主已经过世几十年，现任家主经营了几十年，海玲就算背后靠山多，短时间内也很难爬上去的。凤家主好不容易坐上的家主之位，又苦心经营了几十年，是不可能轻易就让海玲抢回去的。别说是海玲出面去斗，就是商太太亲自前往江城与凤家主斗，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呢。陆东明嗯着，他说道，事情过去了几十年，想找到证据证明是现任家主行凶害死他外婆的很难。凤家主在坐上家主之位后，肯定会把知情人都除掉，所有证据都会毁掉的，没有人会傻傻的留下证据。不管海玲以后要面对什么，我都会站在她的身边，与她一起面对，给她依靠。需要帮忙的跟我们说一声，不要把你从陆家里摘出来，你永远都是我们陆家的四少爷，是我的亲弟弟。陆东明笑道，大哥放心，真需要你们帮忙，我铁定会厚着脸皮找你们帮忙的。你们不肯帮忙，我都会磨到你们愿意帮忙为止。用起哥哥们来，陆东明是不会客气的。聊完了私事，陆大哥又问了一下公司的情况，兄弟俩就现在的市场前景讨论了一番后，陆大哥便对弟弟说道，东明，大哥先回公司，你也忙。陆东明想站起来，陆大哥连忙阻止，他说道，兄弟之间不用那么客气，你行动不便，不用起身送大哥，快坐着，再忙也要坚持做复健，争取早点恢复。陆东明笑着，大哥放心，我现在比谁都着急，每天都会做复健的。大哥，那我就不送你了，你慢走，我忙一会儿，等下就去幼儿园接洋洋放学。他小姨不接他吗？陆大哥本能地问了句，又问道，他还会经常去他亲爸那边吗？我想去接他，便是我去接，不用海童跑一趟。周红林怎么说都是他的亲爸，偶尔还是会去的，大都是周家人想见他了，打电话给海玲，说了要见孩子，海玲再跟海童说，然后送洋洋去周家跟他们见面。陆大哥想说什么的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最终说了句，有空就回家吃饭，便走了。陆东明没有送大哥出去，用大哥的话说，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，他又行动不便，不用送。远在江城的海玲打了2个喷嚏，车子停在了丰泽大酒店门口，他抽了2张纸巾揉擦了一下鼻子，下车后将纸巾扔进了酒店门口的垃圾桶里，然后他带着他的秘书以及几位管理层走进了丰泽大酒店，要和客户谈生意。海总，丰泽大酒店的人看到海玲都对他毕恭毕敬的。海玲还没有融入江城的商界，由于她是海童的亲姐姐，丰泽大酒店又是战氏集团旗下的，
酒店的人都知道了，这位海总是战家大少奶奶的姐姐，对她自是毕恭毕敬的。别说他们了，就是三少爷在这里，对海总也是尊敬有加。海玲回以微笑，脚下未停，带着他的人径直往里走。跟客户约好了地方的，他的客户还没有到，给他打来过电话，说还要10几分钟才能到。是他想跟别人合作，想拿下别人的单子，当然得他等待了。到了他订好的包间里，略坐了片刻，收到消息说客户快到了。海玲立即就带着自己的人下楼去迎接他的客户。数分钟后，他便迎着客户进了酒店。花了1个多小时，海玲总算让客户信任他，当场就跟他签订了合同。他悬着的心放下来，又签了一单，这单生意较大，至少能保证开年后3个月的工作量。不管是打工还是自己当老板，都怕没有单。没有单，打工的没有班上，收入会减少；做老板的没有单更头大，厂租、人工，各种开支还得继续，别说收入了，还要砸更多的钱进去维持着公司的运转呢。海玲又亲自送着客户下楼，在酒店门口停下来，客户与他握过手后，笑道：海总请回，也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段总慢走。段总向海玲挥挥手，说了声再见，便钻进了他的车里，在海玲的目送下开车离去。等段总的车子远去了，海玲才吩咐秘书去开车。丰泽大酒店在江城属于5星级大酒店，每天都是人来人往的。有2辆车驶过来，海玲便不当回事，没想到那2辆车突然加速冲过来，海玲以及他的人本能地往后面退去，避开了第1辆车的冲撞，第2辆车又冲撞而来。海小姐小心！跟着海玲的保镖以阿七为首的，赶紧把海玲往后推。由于推得太急，海玲是后退了，还跌倒在地上。海总！反应过来的管理人员连忙去扶海玲，酒店的保安们迅速围过来，斥责着那2辆车的司机到底会不会开车，在酒店门口还开得那么快。对不起，看到酒店门口站着不少人，我一时紧张，想着刹车的却踩了油门。第2辆车的司机停好车后，从车上下来就不停地说对不起。那是个年轻的姑娘，她看样子是真的很紧张，视线越过了众人，落到了被扶起来的海玲身上，关心又歉意地问道：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刚拿到驾驶证半个月，第一次开车出门，看到人多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紧张。第1辆车的司机早就开着车进了地下停车场，不见了踪影。海玲看他年轻又很紧张的样子，刚拿到驾照就开车出门，的确还是会紧张的。他没有什么事儿，便说道：我没事，不过你要注意点，最好就去人少的地方再练练车技，不要再发生刚才那种刹车当油门的事情，很容易撞到人的。他一行人是躲闪的及时，才没有被撞到，否则以这辆车刚才的车速，撞到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知道的，刚才真的对不起，幸好你们没事。那位姑娘又是连连道歉，保安们也对她说教了一番，然后让人帮她停好了车。年轻姑娘进酒店时，经过海玲又反复向海玲道歉。第1辆加速冲撞向海玲的车子，驶进了地下停车场时，找了个空车位暂时停下来。司机在车上打电话，他压低声音说道：大少爷没有成功，被他躲开了。没有成功，你们就撤吧。若是被拦住，说辞就按我教你们的去说。特意安排了2名年轻的姑娘开车去撞海玲，她们都是刚拿到驾照不久的，看到人多容易紧张，错把刹车当油门踩，很好理解。如果不是海玲出入都有几名保镖跟随，她的车子经常都被2辆保镖车前后保护着，想在路上制造车祸也不容易。主要是上次凤家宴请海玲，在海玲回酒店的路上出了车祸，之后海玲的保镖警惕性更高，
出门在路上时，其他车辆想接近海玲坐着的那辆车是很难的。我现在进了酒店的地下停车场，他被拦下了。没事，暂时不会被怀疑的，让他冷静应对就行。你能马上离开就赶紧离开，不能离开也没事。他们拿不到证据，顶多就是指责你一番。好，大少爷，我们明白的。挂断了电话后，那个女司机便重新把车子开动，驶出了停车位，往出口的方向驶去。不过在出口时，他被拦下了。刚才是没有拦到他的车，让他开着车进了地下停车场。不过保安队长马上调看了门口的监控，看到了车牌号码，便把这辆车拦下。只是保安队长除了能让这名同样年轻的女司机向海玲道歉之外，就是指责一番，并不能做什么。海玲面上没有跟两位年轻的女司机计较。等她上了车后，她问坐在副驾驶座的阿七：“阿七，你怎么看？”我觉得不是意外。海玲嗯着，如果只有一辆车突然加速冲撞过来，还可以当成是意外。接连两辆车就不是意外了，而是有意为之。只是那两名年轻的女司机说辞让我们找不到破绽。他们俩说是朋友，都是刚拿到驾照不久，家里人给他们买了辆新车，便开着车出来兜风，说看到人多了都会紧张，错把刹车当油门踩，两个人都这样子。还是说后面那辆车看到好友突然加速，他也加速，但刚才他说他是错把刹车当油门踩的，两个人的说辞是一致的，这才让人怀疑。阿七说道：“他们估计是冲着你来的。”我在想，是我那位姨婆的手笔，还是他儿子们的手笔？海玲分析地道：“我觉得我那位姨婆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，若是她安排的，会在快要接近我时才会加速撞过来，那样我就很难有机会躲闪。凤晴也不可能，凤晴与我私交还不错，虽说在生意上两个人是竞争对手，不是他抢凤晴的生意，就是凤晴抢他的单子，但撇开了生意，两个人聊得来。若凤晴不是凤家的少主，说不定两个人能成为好朋友呢。海玲很喜欢凤晴的性子，凤家的那三位少爷应该是想置我于死地的，特别是大少爷郑一帆，他和凤若的事，被我寄过相片给他的太太，他能猜到是我。现在凤若死了，说不定他就是想替凤若报仇的呢。我那位姨婆又出了远门，她是不想让我活着，不过她的手段比较高明。阿七深思地道：“我们去调查一下。”没有调查清楚，不要告诉你们大少奶奶，免得她担心。海玲不想让妹妹知道她差点又出了意外，也幸好是她过来，若是妹妹的话，刚才一下子跌坐在地上，妹妹肚子里的孩子能不能保住都是未知数。海小姐，我们知道的，大少爷安排我们跟着你，保护你，听你的安排及吩咐。小事情未经你的同意，我们不会告诉大少爷的。大事的话，例如海玲受了伤这种事，他们就不会等到海玲同意，也会告诉大少爷。海玲真出了什么事，他们担不起那个责任。大少奶奶与海玲小姐的感情有多深，他们是知道的。大少爷与大少奶奶从闪婚到现在，阿七就是见证人。海玲知道阿七等人有分寸，他又发信息给陆家和商家安排给他的保镖，让他们暂时不要往管城递消息，等调查清楚再说。提醒了保镖们后，海玲回想起刚才那一幕，还是有点心惊惊的，感觉有些人是真不把人命当回事。若是躲闪不及，他这一行人都会被撞倒，死伤就会很严重。毕竟他带着秘书还有几名管理员，又有一班保镖在后面。想了想后，海玲打电话给凤晴。凤晴是凤家的少主，凤家主出远门后，凤家暂时交给凤晴打理，让凤晴去调查他的哥哥们，速度更快一点。凤晴与哥哥们的感情不深，海玲相信他会去查的。海玲有事。凤晴很快就接听了海玲的电话。凤晴现在有空吗？
海玲问道。凤晴答道：只要你有事找我帮忙，我都有空。那我们约个地方见面吧。地方你安排。凤晴嗯着，又问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刚从丰泽大酒店出来，在酒店门口差点被2辆车撞到，对方说是看到人多紧张，错把油门当成刹车来踩，但是有破绽，我觉得不是意外。凤晴明白了，她说道：你怀疑是我妈安排人开车去撞你？我妈出了远门，应该不会吧？知道自己的亲妈非善类，凤晴还是不希望母亲做了这样的事。海玲说道：我觉得不会是你妈，你妈老奸巨猾，就算想我死，也不会用这么低级的计谋让我一下子就识破的。上次她和战浩宇还有乔涵他们去凤家赴宴，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，就猜到是凤家主的手笔，但没有证据证明是凤家主的手笔，安排的太过于合情合理。今天的也看似合情合理，但是连续2辆车，2个司机都说把油门当成刹车来踩，就太奇怪了。哪怕他们说是朋友，2个人共用一个脑子吗？做的事情一模一样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发个地址，你现在去那里，我马上过去。好。凤晴便挂了电话，将他私人公司的地址发给了海玲。他私人公司的地址离江城市中心较远，车程都需要半个小时，是同在江城但不同区的，去那里谈事情就安全一点。那完完全全是他的地盘。发了地址给海玲后，凤晴又打电话给方瑶。等方瑶接听电话后，他将海玲刚才遇到的事告诉了方瑶，吩咐方瑶你去调查一下，那件事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的，是我妈做的还是我几个哥哥或者我爸做的。凤晴不认为是母亲做的，她猜测有可能是她大哥郑一帆。方瑶应着，好，我去查查，尽快，我准备外出去见海玲，跟她当面聊聊，你查到了结果就发给我，我好给海玲一个交代。方瑶知道自家少主和海玲虽然相互抢对方的生意，却也相互欣赏，若不是身份的问题，他们俩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。海玲遇到的是少主让他去查，他自是亲自去调查一番。通知了方瑶去查后，凤晴又问过秘书，知道大哥在公司里并没有外出，不过那种事也不用大哥出去，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行。身为凤家的大少爷，哪怕不能接班，也能培养出一点自己的人脉。心腹的就是无法壮大自己的队伍，因为他母亲不会允许。母亲要保证着凤若接班后，权力集中在当家做主的凤若手里。只是没想到母亲一心栽培的凤若不是凤家的孩子。凤晴想，如果母亲知道凤若不是她亲生的女儿，母亲是不是就会让3位哥哥渐渐做大，想让母亲把家主之位给了族里的其他女孩子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找不回亲生女儿时，他母亲肯定会强行修改家规，扶持他的哥哥上位。凤晴多少都能理解，在他回到凤家后，3个哥哥以及父亲都不喜欢他的原因了。他们疼爱凤若是真疼爱，他这个亲生的回归后，他们始终无法接受，总觉得他是个入侵者，抢走了属于凤若的一切，心里是怨恨他的。打小生存环境不好，亲情淡薄，凤晴也不指望亲生父母兄长们对自己能有多好，就像他对他们一样，没有多少感情。父母与子女、兄弟与姐妹之间的感情，亦是要靠培养的。他不在父母兄长身边长大，没有培养到感情。就算他回到生父母身边，也有2年了。2年的时间哪比得上凤若从小在凤家长大？现在凤若不在了，他的父亲以及3个哥哥对他就是表面亲亲热热的，实则上他们心里恨极了他吧，认为是他的出现才会害得凤若至此。倒是3个嫂嫂跟他感情好了很多，大哥大嫂坚持要离婚，谁劝都没用，还闹得满城皆知。
站在女人的角度看问题，凤晴是支持大嫂离婚的。老公出轨不说，还帮着小三，任谁都接受不了，所以她很支持大嫂离婚。大哥却怪她不帮着劝大嫂。大嫂已经搬回了娘家住，在起诉着离婚，因为夫妻俩无法心平气和的分手。他大哥不想离婚，不是对大嫂有多少感情，是不想分他们的夫妻财产，所以大嫂只能起诉离婚。两家也因为夫妻感情破裂，快要从亲家变成仇家了。母亲交代过他，让他代替凤家去大嫂的娘家赔礼道歉。怎么说都是他大哥错了，他去了，人家不让他进门。大嫂发信息给他，让他回去，不用登门赔礼道歉。母亲知道后，便说等他回来了再备上厚礼，去给亲家赔礼道歉了。看在孩子们的份上，两亲家还是不要闹成仇人的好，免得孩子们断了外婆家的路或者奶奶家的路。副总要找郑经理吗？秘书问了句。凤晴答道，没事，就是问问。我要出去一下，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，行程帮我改一改。秘书恭敬地应了声。凤晴走了。秘书目送着凤晴离开的背影，觉得他的上司越来越有总裁风范了，一点都不像刚进公司时那般软弱无用。现在总裁不在公司，副总也能将公司打理得很好，就是公司里的老职员们都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对待他的上司，可能是知道以后还是要在凤副总手底下讨饭吃吧，毕竟他的上司才是凤家真正的女儿。那个西贝货已经死了，就算还有人心向着那个西贝货，在人死后就马上调转了方向。秘书觉得自家的上司有点像是扮猪吃老虎，其实很厉害，却表现得软弱无用，被总裁骂作是烂泥扶不上墙都不生气，也后知后觉叫的总裁以前经常骂凤副总，有点像是在做戏，真觉得凤副总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总裁怎么可能给凤副总更多的权利？怎么敢随时将公司都交给凤副总管理？大家都被骗了。凤晴在电梯口遇到了刚从里面出来的郑一帆，兄妹俩都停下了脚步。郑一帆先走出了电梯，凤晴不急着进电梯。凤晴，你要出去。郑一帆手里拿着文件夹，可能有文件需要凤晴签字吧。母亲不在公司，重要的印章都交给凤晴保管，很多重要的文件便要找凤晴签字并盖上章才生效。签文件的事，以往他都是让秘书跑这一趟，很少亲自过来。凤晴不动声色地嗯了一声，说道，是有点事要出去一趟，大哥，有事。他扫了郑一帆手上拿着的文件夹，郑一帆并没有将文件夹递过来，说道，有份文件需要你签字并盖章的，你能晚点再出去吗？出去办什么事？很着急的。郑一帆温和地问道，话里带点试探。这个亲妹妹的行踪，除非是去和客户谈生意，否则就是行踪成谜，他们很难得知。不是没有派人跟踪过，很快就会被甩掉，还要被妹妹指责一番。妹妹再去母亲那里告一状，他们还要被母亲骂一顿。妹妹身边那个方助理，就跟母亲身边的助理一样，是个厉害的。一点是，我先帮大哥签了字，盖了章吧。凤晴没有告诉大哥要出去办什么事，她转身往回走，往他的办公室走去。郑一帆站在原地静默了片刻，才抬脚走，快步跟上凤晴。兄妹俩都不说话。秘书看到两个人，恭敬地问好。等到两人进了办公室，秘书嘀咕了句，郑经理对上位凤副总可是亲切得很，兄妹俩走在一起都是有说有笑的。上一位凤副总指的是凤若。进了办公室的两人，凤晴很自然地坐回了自己的办公位置，然后等着大哥过来，将手上的那本文件夹递给他。他接过了文件夹，打开来看夹在里面的文件。阿晴，妈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
郑一帆温和地问道。妈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回来，估计不会告诉我们真正的时间的。妈不喜欢被人知道她的真正行踪。郑一帆嗯了一声，又叹口气说道，我和你大嫂的事，还得妈回来帮我去跟我丈母娘求求情。我是做了很多对不起你大嫂的事，看在孩子们的份上，我是不想离婚的。凤晴头都不抬，一针见血地问道，大哥是舍不得分财产给大嫂吧？大哥出轨的事，大嫂已经忍了过去，选择了原谅，但是大哥不应该和凤若搞合在一起。虽说凤若不是你亲生的妹妹，可她打小和你们一起长大，你们一直把她当成妹妹看待的。在我回来之前，嫂子们也是视她为唯一的小姑子，对她比对她们亲妹妹还要好。大哥却和凤若搞在一起，被大嫂抓到了。大哥还帮着凤若暴打大嫂，换作是谁都不能忍的。大哥，你也是有女儿的人，假如以后你的女儿遭遇到我大嫂这样的事，你会心疼你的女儿吗？我想大哥肯定是暴跳如雷，恨不得撕了你的女婿。同理的，我大嫂也是有父母生养的，也有兄弟姐妹，她的亲人也会心疼她，也会生气，也会恨不得撕了大哥这个女婿。郑一帆现在和老婆没什么感情了，以前却是感情很好的，有儿有女，他对儿女也很好，最疼爱女儿。在知道凤若不是亲生的妹妹，凤晴回来后又显得软弱无能时，郑一帆内心欢喜不已，盼着母亲能将家主之位传给他的女儿。虽说他的女儿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本事，但他女儿还小呀，未成年，只要母亲肯将孙女当成接班人来培养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。所以他特别疼爱女儿。听了凤晴的反问，郑一帆张张嘴，想替自己解释几句，发现无法争辩，只得不出声了。凤晴看完了文件，觉得没有了问题，又打了语音电话给母亲，跟母亲说了文件涉及到项目的事，征得母亲的同意了，他才会签字，免得他们给他挖坑，等母亲回来找他算账。妈，大哥在这里，大哥刚刚问我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妈有话想和我大哥说说的吗？凤晴问着母亲，并不等母亲答复，就将手机递给郑一帆。郑一帆顿时有点紧张，犯了大错后，他比以前更加的害怕母亲了。凤若的死，若不是母亲放弃了凤若，凤若不会死的。对于曾经最疼爱的女儿，母亲都是说放弃就放弃了。郑一帆意识到身为儿女，在母亲心里的地位是比不上凤氏家族的传承的。凤氏家族的一切都重过他们兄弟几个。他想不接电话，但妹妹都说了，他又不敢不接，只得赶紧拿过手机，满脸堆着笑，讨好的叫了一声妈。有什么话想跟妈说？凤家主的声音冷冷的。对于长子，他是很失望的了。长子疼爱凤若，他可以理解，但是长子后来和凤若搞在一起，这让他无法接受。就像郑华和凤若的事，始终是扎在他心里的一根刺。如今郑华成了太监，他们夫妻俩也无法回到过去了。没有，就是觉得妈出去了很长时间，我们都牵挂着妈，妈什么时候能回来？我爸也是天天念叨着妈的。凤家主淡冷地道，你不用跟妈撒谎，你爸巴不得我不在家里，他怎么可能念叨着我回去，天天骂我老妖婆，我是信的。郑一帆一噎，父亲出院后是住进了他名下的房子里，他照顾着父亲，母亲不许父亲再住回凤家大宅。父母的婚姻在父亲自宫后虽说保住了，但是再也没有了夫妻感情。他爸心里恨极了他妈，他妈又防贼似的防着他们父子4人，好好的一个家，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支离破碎的？郑一帆偷偷地瞪向凤晴，是凤晴回到凤家后，他们原本和睦的家庭就变了，都是这个女人，要不是自己没有本事，郑一帆恨不得让凤晴去死，去他娘的亲妹妹，
有这样的亲妹妹吗？她就是个瘟神，是扫把星，害惨了他们家。父亲出院后，也的确天天偷偷地骂着母亲老妖婆，骂母亲太狠太毒，早晚会遭报应的。但这样的话，郑一帆不能说出来。妈，郑一帆讪笑着，我爸怎么可能骂妈呀？他是犯了错，但是他心里有妈的。我爸在我那里住着，每天念叨最多的就是妈，说妈心情不好时，谁陪妈出去散心。我爸还天天捧着手机看，看的是言情，学习男主角追求女主角，说要求得妈的原谅。郑华已经自宫，外面的美女再年轻漂亮，他都碰不得了。色这条路，凤家主给他断得死死的。他不答应离婚，哪怕心里恨极了老婆，也不愿意离婚，因为知道离婚，他分不到什么家产，极有可能是净身出户。在江城，他永远都斗不过凤月，除非他活得比凤月长久，那么他就可以在凤月死后，端着凤家老太爷的架子，威风威风。前提是新上任的家主尊重他，给他这个父亲脸面，他才能端着老太爷的架子。是凤晴的话，凤晴不会纵容父亲耍威风的。郑华估计还得夹着尾巴做人，他觉得自己一生都是活在憋屈之下。果然，凤家的上门女婿不好当呀。当年他肯定是脑袋被门夹了，才会选择给凤月当上门女婿。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郑家因为凤月明着暗里的帮扶，过上了优渥的物质生活。郑华不离婚就是为了郑家，他一旦和凤月离婚，不仅他得不到什么财产，他的兄弟姐妹目前拥有的一切也会被凤月一点一点要回去的。这也是他挥刀自宫也不离婚的原因。凤家主冷笑的道：你爸最讨厌看书，看书就会睡觉，他捧着手机能看进去吗？说他在刷视频看美女，我就信。妈，不要把我爸想得那么不堪，我爸对妈好是没有话说的。凤家主冷冷地道：一帆，我和你爸的事你们少管，你爸对我好是为了什么？他是否真心的，妈比你们都清楚。以前为了你们，妈装着什么都不知道。郑一帆抿抿嘴，忽然说道：妈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爸？妈心里有人是吧？我爸说妈真正爱的人并不是他，所以妈跟我爸结婚几十年了，儿女都生了3、4个，但是妈对我爸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态度。我爸犯了错，他还是被人算计的，妈就非要抓住不放，搞得现在我们好好一个家支离破碎的。凤晴瞪大眼看着大哥，心里向大哥竖起大拇指，面上却不能那样做。大哥此刻真是吃了个刚做胆呀，居然敢帮着父亲指责母亲的不是了。郑一帆被妹妹瞪着时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后，他的脸色都变了，赶紧向电话那边的母亲解释：妈，我没有其他意思，我就是……行了。凤家主在电话里打断了儿子的解释：你不用解释，也不用替你爸说话，我跟你爸几十年的夫妻了，他是什么人，怎么想我比你清楚。谁年少时没有过喜欢的人？我婚前爱慕过谁，都与你爸无关，也与你们无关。你爸都没有资格说我，更不要说你们。你们是我的儿女，不是我的长辈，没有资格指责我。郑一帆赶紧道歉：妈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就是一时心直心快。他同情父亲，父亲在母亲面前做低服小，他们从小看到大的，男人共情男人。他的老婆要是像母亲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他，他也接受不了。在公司里多帮帮你妹妹，阿晴才是你的亲妹妹。凤家主懒得和儿子扯下去，说了儿子一句后，便说道：没什么事就挂电话了。妈，我会的了，我会帮着阿晴的。没什么事了，妈先忙吧。凤家主挂断了电话。郑一帆在母亲挂了电话后才松了口气，抬手抹了一把额头渗出来的冷汗。
刚才冲动地指责了母亲一番后，他就出了一身冷汗。这大冷的天，他还会出汗，可见他被吓得够呛的。凤晴拿起纸巾递给大哥，郑一帆放下了手机，接过妹妹递来的纸巾，在擦拭着冷汗，边擦边说道：“刚才吓死我了，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敢说出口的。”大哥吃了一个刚，撑大了个胆，就敢说了。郑一帆瞪他，抱怨：“都怪你，你和妈通电话，干嘛把手机递给我？我现在怕死妈了，看到妈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。不是你问妈什么时候回来的吗？我又不知道妈打电话来了，正好让你问一问，不就知道了答案，省得你问我。你怕妈，那是你犯了错，做了让妈失望的事，不止妈失望，我大嫂也对你失望透顶。好好的婚姻被你自己坏了。你们男人呀，就是管不住自己的下半生，好好的日子不想过，就喜欢折腾，妄想与熊掌兼得。”郑一帆黑着脸：“凤晴，我好歹是你的大哥，亲大哥，你说话能客气点吗？你以后最好就能找到一个能管住下半身的男人，否则……呵呵。”他没有再说下去。凤晴冷冷对道：“我的男人敢背叛我，我马上就甩了他，离婚，赶他出门，哪怕他愿意自宫，我都不会给他机会。我的婚姻容不得半点背叛，不愧是他凤家的亲生女儿呀，跟他老娘一个德行。哼，他都开始同情未来的妹夫了，也不知道哪个倒霉蛋会嫁给凤晴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。你只能找个软弱的男人了。”郑一帆说道：“比咱爸更软弱的，更能忍的才行。”凤晴黑脸，她不喜欢像父亲那类型的男人。上次爸给你安排的相亲对象，倒是挺适合你的身份的，要不大哥重新帮你安排一下。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我像你这个年纪时，你侄儿都几岁了？那种软弱无能的男人，我看不上。宁愿单身也不会要那样的男人。他不是母亲，不会为了要个女儿就随便招个男人上门。但是你需要一个女儿当接班人呀，要不大哥把你侄女过继到你名下，给你当女儿，以后你培养她当接班人。郑一帆忽然觉得这个法子可行。